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之前有观众叫我做野战七队的排名，但其实前阵子 Cview 就已经做了一个影片，说关于七队要怎样搭配啊，有什么一些比较好的建议。但是他依然还是想要平民版本的七队，我心想平民怎样出七队哦，我连七队都出不到哦。我是可以直接老实的跟你们讲啊，如果你们真的要去野战的话，肯定是要用最新最好的统帅才可以打出更好的战损。但我也知道并不是每一个玩家速度都可以这么快追上最新的统帅，所以你们要找平替的方法是可以，但是最后还是得换掉。那先说一下现在主流的七队搭配有哪一些：骑兵、司机真的、霍去病、威廉。其实骑兵可以出到3队的，还有包括项羽、查士丁尼，但是我不建议出到3队，2队就已经足够了。这2队骑兵里面，你们一定需要有司机真的，这2个很重要。假设说你没有这4位统帅的话怎么办？你可以用回以前的统帅，包括萨拉丁、里程碑、萨拉丁、埃塞尔、萨拉丁炮王都是可以使用的，但是你至少必须要准备司机真的。不过以我个人推测的话，我觉得之后霍去病用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。在之前我有推测过威廉之后会被淘汰，然后新的统帅会代替威廉变成霍去病的副将。还没有开始培养威廉的玩家可以不要练，有打算觉醒威廉的玩家暂时不建议。如果是说骑兵平替的统帅，我暂时只有想到萨拉丁而已，其他的统帅一支都不建议。一方面也是考虑到获得统帅的时间点，那萨拉丁是在 KVK 3之前获得的。到了 KVK 3的时候，其实大家有更好的选择，可以选择最新的统帅，没有必要去练一些比较旧的统帅，比方说阿提拉之类的。萨拉丁只是需要5551，以实用性还有培养成本来说，萨拉丁会比较合适。步兵主流搭配有关于 CP 戈尔戈、刘彻，我在之前有说过关于有可能在今年会被淘汰掉。在这4位步兵里面必须要保留的有刘彻跟 CP， 关于和戈尔戈可以找平替。刘彻最建议的搭配就是用刘彻搭配亚历山大，我实际用过了，确实搭配亚历山大效果不错。我在之前有做过刘彻的测试，用不同的步兵去搭配，还有包括第1、第2代的统帅。出来的结果，这个搭配是真的出乎我意料的，所以如果你们真的要找平替的方法，就只能刘彻搭配亚历山大，这个是最建议的。再来 CP 要找平替的方法，可以搭配查理马特，或者可以选择 CP 炮王。其他的步兵统帅一概都不建议培养，比方说 CP 其实也可以搭配托军金啊，但是要考虑到培养的成本，并且托军金的实用性并不是这么高，所以不建议。最后工兵其实有些人用2队，有些人用3队，我自己本身是用3队的。布迪卡、李成桂、诸葛亮、亚述巴尼拔、海尔曼、独女。2队工兵的话有布迪卡、亚述巴尼拔、诸葛亮、海尔曼 P， 这就要看大家怎么选择了。因为工兵跑得比较慢的关系啊，所以多数玩家都会选择2队而已。工兵必须要保留的统帅有诸葛亮、海尔曼。布迪卡在保留的边缘吧，因为布迪卡其实不建议觉醒啊，可以卡技能5551即可。至于亚述巴尼拔有半圆形 AOE， 大多数玩家其实还蛮喜欢的，再加上他的技能其实也不弱，但问题在于他必须要觉醒才好用。还没有觉醒的情况下，野战使用其实效果并不是这么好，所以大家可以找平替的方式去取代亚述巴尼拔。像我刚才有说到保留诸葛亮跟海尔曼，平替方法可以用诸葛亮搭配李成桂，海尔曼 P 搭配独女。但问题在于，如果你是用诸葛亮搭配李成桂的话，其实速度是真的很慢，但是也没有办法，你们讲要平替的方法就只能用这个方式而已。而且我老实说，诸葛亮李成桂这个搭配除了跑得比较慢之外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缺点。我看到有一些玩家说这个搭配很脆皮，一下子就给人家打死了，并不是他脆皮，而是跑得太慢的关系被人家围攻，所以才会让你们觉得这个搭配很脆皮，死得快。至于海尔曼独女也不需要太多解释，就是双毒。我在之前的影片就有说过，如果用海尔曼搭配独女的话，叠毒的速度会比较快，海尔曼比较容易触发觉醒技能。上面就是我所建议的3个兵种平替的方法，每个兵种可以出到2队，总共加起来是6队。那我讲要7队啊，为什么你给我6队而已？既然你都已经讲到平替了，也就表示说你的统帅可能并不是很多。如果真的打算出7队的话，就看自己本身有什么统帅可以使用，再来搭配就好。接着我要做的就是野战统帅，我个人自己的排行榜，所以跟各位观众的排行榜可能有一点不同。我这个排行榜是根据我在960打野战的时候出来的报告战损进行排行的。目前我看到报告最好的就是霍去病真德，释放技能的速度快，然后打的技能次数又多。因为我个人是比较习惯去操控骑兵的部队的，然后我会进行一些拉扯。霍去病所使用的兵种是骑兵，刚好速度也会比较快，
所以出来的战损普遍会比较好一点。步兵最推荐的就是刘彻搭配 CP。当然我相信会有观众问了，为什么不是哥哥搭配刘彻？老实说，如果是以技能契合度来说的话，确实哥哥搭配刘彻会比较好。但是我发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哥哥搭配刘彻跑不动，不管是追击还是逃跑都是走不动的。用刘彻搭配 CP 这个问题就没有这么大，两个统帅都有 AOE， 然后输出比较高，释放技能速度也比较快，而且这个队伍搭配起来跑的速度跟骑兵是差不多的，比较容易操控，仇恨值也没有这么高。最后工兵是诸葛亮、海尔曼。诸葛亮也不需要多做说明了，他本身原型 AOE 还有武侯效果就可以达到很多个目标，海尔曼又有叠毒效果，这三个组合搭配也就是这三个兵种里面最推荐的。如果硬是要排名这三个组合哪一个最好，其实我觉得刘彻 CP 那个组合是最好的。第二霍去病贞德，第三诸葛亮、海尔曼。不过再次强调，这个是我个人的搭配而已，而且也是要看一下玩家的操作如何。像我已经习惯了骑兵的操作方式，所以对我而言行军速度是很重要的，像是工兵的速度真的太慢了所以有时候出来的战损不一定是好的，看个人的操作。不过我还是要说一句啦，如果你们真的要找平替的话，也不是说不可以，但是我建议在第一个征服赛季之后就要马上替换掉了。现在的游戏玩法是这样子的，在 KVK3 的时候，你们已经开始可以获得征服赛季的统帅，那各位你就根据我前面所推荐的哪一些统帅是真的必须要保留、必须要获得的，就比方说刚刚有讲到司机贞德、刘彻 CP、诸葛亮、海尔曼这6位统帅是必须要拥有的。6位统帅对你来说太多，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获得这么多。3位的话就是司机、刘彻、诸葛亮，这3位统帅我可以保证在明年之前保值度还是很高的。结束 K3 之后进入 K4， 也就是征服赛季，其实遇到的对手还是跟 K3 差不多而已，不会直接遇到老王国。这个时候开始去获得更多的征服赛季统帅，在这段时间里面还可以再继续使用平替的统帅。在第一个征服赛季结束之后，相信新的统帅已经出现了，到时候你们就要选择最新的统帅，也要开始把一些平替的统帅给换掉了。并且各位你们要有一个概念，练新不练旧。征服赛季的统帅是从第3代到现在已经第9代了，除非技能方面是真的很糟糕的情况下，否则新的统帅一般出来的效果肯定是比之前旧的统帅还要更好。像我今天所说的搭配还有平替方式也处于现在的情况。当时间越来越久，更新更多新的统帅，我们手头上必须要练的统帅也是会随之替换。比方说步兵现在需要练刘彻嘛，在之后推出更多新的步兵统帅的时候，可能刘彻就不是必须要准备的步兵统帅了。像之前关羽跟李成桂都是必须要拥有的，现在变成可有可无。不过我还是要再次声明，如果你们想要打出更好的战损，最好还是跟回主流的搭配，平替的统帅只是让你们度过过渡期而已。不过我也不强制大家都必须要练最新的统帅，跟着主流搭配去培养，毕竟每个玩家所在的王国等级不一样。像我这些搭配全部都是在先锋王国有那个能力，其他玩家或许是在西迪主王国买礼包的数量没有这么多，能力没有到那个等级，还是可以使用平替统帅的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毕竟我自己也是玩家，我也理解到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短时间内把军器、装备还有统帅全部都搞定。以上就是我自己所推荐的平替方式还有个人排名。当然其他观众有什么平替方式啊，有更好的组合搭配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我的想法是以在 KVK2 之前的统帅搭配最新的统帅这样子的平替方式来使用，可以减少成本开销。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